世界人物动向来自全球媒体报道。人物简报：乔·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相框中放了一台小电视。英国独立报。据 Politico 报道，据报道，乔·拜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个微小的隐藏荧幕上看电视，该荧幕被包裹在一个类似于图片的金色框架中。电视位于坚决办公桌后面的一张小桌子上，伪装成其他相框，当媒体或政要不在场时打开。在这些时候，总统通常会看 CNN。椭圆形办公室和空军1号的其他电视通常也转向 CNN。与他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相比，拜登更喜欢阅读而不是看新闻，并收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的印刷版。特朗普机密文件辩护的4个关键缺陷。《华盛顿邮报》。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律师致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称特朗普离任后在前白宫官员保管的盒子中发现的机密档并不构成犯罪。特朗普的律师认为，需要立法解决方案来防止司法部对本质上不是刑事的事情进行刑事调查。然而，这封信存在缺陷，因为当时在特朗普办公室的一个皮革装订箱中发现的档没有被标记为个人，特朗普直到11月下旬才领导过渡进程。同样，特朗普的律师克里斯蒂娜·鲍勃 （Christina Bob） 声称，当他通过档时，所有档都是通过勤奋的搜查移交给政府机构的，但在8月份联邦调查局搜查期间发现了马阿拉戈庄园的档。最后，前副总统麦克·彭斯 （Mike Pence） 和乔·拜登 （Joe Biden） 总统在家中也有机密文件的论点也相互矛盾，因为有迹象表明特朗普保留了这些档并试图保护他们。美联储鲍威尔被俄罗斯恶作剧者的假电话欺骗。英国独立报。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成为俄罗斯骗子在1月份冒充乌克兰总统的恶作剧电话的受害者。在鲍威尔发言人表示没有敏感或机密资讯的谈话中，这位央行行长讨论了加息对经济的可能影响。电话会议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鲍威尔在一个片段中说，今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几乎与非常缓慢的增长一样。恶作剧者弗拉基米尔·库茨涅佐夫和阿列克谢·斯托利亚罗夫此前曾欺骗过其他世界领导人。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被拒绝保释。半岛电视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联名致信，呼吁释放自3月以来一直被拘留在俄罗斯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这封信上周4出现在报纸上，由出版物的高级编辑和高管签署。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正式将格什科维奇列为被错误拘留。拜登政府很早就驳回了对他的间谍指控，称其荒谬。俄罗斯法院上周驳回了格什科维奇的拘留上诉，他被拒绝保释。拜登回答了很多问题，不是来自白宫记者，而是来自儿童。华盛顿邮报。4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南草坪举行的带孩子上班日活动中，回答了记者和工作人员的子女和孙辈的提问。总统被问及他最喜欢的颜色，费城飞人冰球队和他的早餐，其中包括炒鸡蛋和培根羊角面包。他还回答了关于更严肃话题的问题，包括他最大的灵感、他的父母、他在办公室的最大成就、说明人们获得医疗保健、投资基础设施和振兴欧盟，以及他作为总统最令人惊讶的经历，发现他接受的命令多于下达命令。批评人士质疑这一事件是否削弱了总统职位的严肃性。一些人注意到拜登在回答某些问题时犹豫不决，例如白宫有多少警卫。拜登与媒体的接触受到了一些批评，尽管他在整个总统任期内接受了采访，并将于4月28日首次向国会发表讲话。塔克·卡尔森退出福克斯后 ，Newsmax 收视率攀升。纽约时报。在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离开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后，Newsmax 的收视率有所上升，一些时段翻了一番，而另一些则增加了更多。尽管 Newsmax 在赶上福克斯新闻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兴趣的突然激增是有希望的。Newsmax 一直在推动一种说法，即卡尔森的下台代表了福克斯新闻和默多克家族向左投降，但到目前为止，福克斯新闻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智利总统的失意治理。华盛顿邮报。年轻的智利新当选总统加布里埃尔·博里奇 （Gabriel Boric） 以其对诗歌和文学的热爱而闻名。这种爱在他的演讲中得到了强调，并引用了智利诗人佩德罗·勒梅贝尔、德国卡拉斯科、迪亚梅拉、埃尔蒂特、埃利库拉、齐怀拉夫和格里塞尔达·努涅斯等人的诗句。他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的纲领是在一个强烈反新自由主义的平台上进行的。他在2022年1月与私营部门成员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位20多岁的总统参加了聚会，但他没有提供有关政策的细节，而是以恩里克·林恩 （Enrique Lin） 关于蓬塔阿雷纳斯公墓的一首诗开始演讲。
这首诗讲述了被洗劫一空和被忽视的生活。虽然由于传统和保守的治理以及难以驾驭的国会的现实，新总统不得不转向不那么好战的议程，但他的政治理念由生态、女权主义和 LGBTQ+ 叛乱驱动，工人和土著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减弱，相反，他们不得不进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归功于从他不懈的文学阅读中学到的开放和宽容。杰里·斯普林格 （Jerry Springer） 广播员，他的热门脱口秀节目深入探讨了美国低俗的深度。讣告：英国每日电讯，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辛辛那提前市长杰里·斯普林格去世，享年79岁。作为一名政治家，斯普林格后来成为一名电视评论员、广播员和脱口秀主持人。他以展示低俗而露骨的杰里·斯普林格秀而闻名。该节目在4000年至1991年间播出了近2018集。该节目以来自美国下层阶级的嘉宾为特色，讲述他们的不满和个人历史，通常伴随着他们之间的身体冲突。该节目引起了国际关注，并因剥削弱势嘉宾而受到批评。斯普林格在2018年告诉《卫报》，人们总是专注于战斗，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有人身危险。该节目经常被评为美国电视史上最差的节目之一。施普林格还介绍了《价格是正确的》和《英国达人秀》。作家说，特朗普强奸审判助长了对他的新攻击。多伦多星报，在他在民事审判中作证的第二天，一名指控唐纳德·特朗普在1990年代强奸他的作家表示，在社交媒体上遭受新的侮辱并没有动摇他上法庭的决心。让·卡罗尔 Jean Carroll 在曼哈顿联邦法院作证之前，他在审判的第一天承认他在那里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强奸了我。当我写下这件事时，他说这没有发生。预计特朗普不会出现，并声称这次遭遇从未发生过。卡罗尔的诉讼正在寻求赔偿和撤回。谢谢收看人物简报。